顾一川最近有点不对劲，老是心不在焉，文件遗落在家好几次，还是我给他送去公司的。我只当他是太累，劝人好好休息，身体最重要。那时候他并没有什么表示，只用黝黑的眼盯着我，里面有几丝不易察觉的烦躁。他脾气一向不好，我是知道的，所以这1年间，我耐心细致的为他打理好生活琐事，尽心尽力照顾他，乖巧又懂事，只为了能让他过得舒心。这天，他告诉我晚上有个局，让我陪他一起去，似乎是和他朋友们一起。我有些意外，很快答应下来。虽然我们1年前就同居了，但他并没有带我认识过他的朋友。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代表着他对我多了几分在意？后来才知道，我错得离谱。他只是想要狠狠打破我的妄想。我们去了酒吧，酒局上来了很多人，男男女女都有。他们凑在一起喝酒玩游戏，喧闹声持续不断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，虽不喜这样的场面，此刻也一句话不说，安静坐在顾一川身旁。绚丽缤纷的灯光下，顾一川揽着我，被一群兄弟起哄问我们是什么关系。他没回答，眉梢一挑，转头反问我：“你说呢？”酒精入肚，脑袋有些发晕。我捧着酒杯，愣愣的看着他，感觉自己脸有点发热。我们是情侣，人群霎时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哈哈，完了，顾少，这男孩还当真了呀？顾少没跟他说正主要回来了呀？一个替身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攀上顾少了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？他们在说什么？我完全懵了，脑子里一遍遍重复解析他们说的话。替身？算不上。顾一川说话了，只见他嘴角勾起一丝戏谑的弧度，一个消遣的玩意儿罢了。说完，他放开我的肩膀，将手收回去，连带着视线也移开，仿佛多看我一眼都不乐意。我僵在原地，如坠冰窟。这是什么恶作剧吗？我心想。被酒精麻痹的脑袋有点转不过来，我目不转睛盯着顾一川，试图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上看出点什么。小帅哥，你也别难过。一道轻佻的男声在耳边响起，紧接着有人将手伸了过来，想要碰我。长这么好看，顾少不要了，还有我们呢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。心里一阵反胃，我猛地站起，躲开他，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顾一川，颤声问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顾一川坐在原位，点起一根烟，神色淡淡：初语，我们到此为止了。你一向聪明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烟雾缭绕中，那张英挺的俊脸冷酷到近乎无情，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我是怎么走出包厢，回到山河居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空荡荡的别墅内尽显寂寥。1年前，我听顾一川的话，搬到了这里，开始了和他的同居生活。那时候，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家。落满枫叶的街道，是他主动靠近我，温声询问：可以认识一下吗？嘘寒问暖，体贴关怀。那之后，他便以一个完美追求者的姿态出现在我身边，而我最终也终于沦陷。在他提出我们在一起好不好时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才发现是我太傻。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。顾一川热衷于给我搭配衣服，近年来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他买的。我明明吃不惯的那家饭店，他却总是带我去。我突发奇想，买了什么可爱的小玩意儿回家，他会板着脸让我处理掉。我原以为是他的习惯，不成想是另一个人的喜好。原来我是替身，我眼中的恋人只是把我当做另一个人的替代品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胸腔里满是冷意。顾一川今晚没有回来，我窝在客厅沙发待了一晚上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过去的。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还在沙发上，浑身酸痛，喉咙干涩。环顾四周，一切如常。他还没回来。揉了揉胀痛的脑袋，我起身洗漱，随后进厨房简单做了早餐，一个人安静的吃。
同时在脑海中飞快的打算着。顾一川昨天亲口说了到此为止，我知道那不是玩笑话，他一向说一不二。从他那群兄弟的口中能大概拼凑出事情缘由，顾一川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这个替身便不再被需要。我不反对分手，相反现在心里犯恶心，想尽快与他撇清关系。只是有些事我还没搞清楚，好歹是我真心实意付出了1年的感情，这么灰溜溜的走了，未免太窝囊。离开之前，我得和他谈一谈。打定主意，我拿出手机给顾一川发了消息：我们谈一谈吧，我在山河居等你许久。他才回了个哦。我这一等便等了3天。再次见到顾一川是3天后的傍晚，他看起来过得不错，脸上带着笑意，大概是白月光就快回来了的缘故。看见我，他眉梢一挑：你还在啊？我轻吸一口气，开门见山：顾一川，你当初接近我是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把我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，有必要抓着不放吗？初雨，他不甚在意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我以为我们在正常恋爱，一个消遣的玩意儿。你那天是这么说的吧？是吗？不记得了，大概吧。他走过来，坐下沙发，满脸的无所谓。谁曾想到，这样一个冷漠的人，明明几天前还会温柔的环抱住我，轻声安抚。我讥讽一笑，演了1年，挺累了吧？似乎被我的嘲讽刺到了，顾一川终于变了脸色。他沉着脸，冷声说：初雨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是，当初就是因为看你长得和严赤有几分相似，才起了心思接近你。不然，你以为我真看得上你？现在看来，你们除了都是男人，并没有多相似。严赤是骄傲张扬的，不像你，平淡无奇，无趣的很。他哪里都比你强，你也不配和他相提并论，话语中满是居高临上的贬低和不屑。以前的温柔荡然无存。我怔然，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他这副丑陋狰狞的面孔？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照顾陪伴了1年的人，我太蠢了。压下冲上去揍他一拳的冲动，我冷笑：顾一川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，恶心透顶了。闻言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脸色黑得吓人，似乎下一秒就要打人。现在滚出我的家！我听他这么说。天色很晚了，正值冬季，外面雪花纷纷扬扬。这么冷的天，顾一川说赶就赶，这事对我半点情分都不留。正好，这地方我多待1秒都觉得反胃。我错过他，上楼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顾一川买来的，包括衣服、洗漱用品。当时在我看来的体贴细心，剥开了一层外衣，才发现内里用意恶心。恐怕所有东西只是他照着那位白月光的喜好买的。我只拿走了自己买的，住了1年，竟也只收拾出了一个行李箱。此时很庆幸，顾一川之前给我的钱，我一分没用，都存在卡里。我有工作，不是被他养在家里的金丝雀。只不过我本身就是比较宅的性子，索性待在家里做自由原画师，偶尔接单，完全能养活自己，并且过得不错。下了楼，顾一川还坐在沙发上，面色阴沉，也不知道他在气个什么东西。我走过去，将卡放在桌上。你的钱，我一分没动。密码还是之前那个，他没回答。直到我拖着行李箱走到玄关处，他才阴恻恻开口：你想好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可能再从我这里拿到任何东西。不用，就当我1年时间喂了狗，谁要拿他的脏东西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从始至终都没转头，离开了山河居。这天是真冷啊！山河居处于富人别墅区，要想打车还得走一段路出去。空荡的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萧瑟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扑在我的脸上，寒意像是淬进了骨头，我止不住的打颤。我从大衣里捞出手机，看了眼时间，接近10点。这个点天气那么冷，也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打到车。
前几天因在沙发上睡了一晚导致的感冒还没好，我忍住头脑的胀痛，只觉脚步越来越沉，头晕的厉害。我蹲下身，想缓缓身体的不适。恍然间，一束光亮照了过来，原是一辆价值不菲的豪车。我往后挪了挪，确定自己不会拦到对方的路。没想到车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了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个男人。来人身材高挑，一身黑色大衣将他身形衬得纤长。他缓缓朝我走来，我挥挥抬眼，能勉强看见男人冷傲俊美的脸。随即听他开口说 ：“cos 雪人，不好意思，挡到你了吗？”我慢慢站起身，又是一阵眩晕。待站定后，才发现面前的男人高了我半个头。这倒不是，他俊眉微抿，语气带着一丝迟疑，只是想确认一下这里是不是案发现场。我一噎，这人说话怎么乱七八糟的？恰巧一阵冷风拂过，我打了个寒战，摇头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我转身欲走，男人低沉磁性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：“我看你有事，需要帮忙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只觉脑袋更晕，身子一晃，眼看就要跌倒，手臂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握住，整个人跌进了一个冷然坚硬的怀抱。男人一手握住我的胳膊，一手扶住我的腰，我几乎被他揽在怀里。稀薄的温热顺着接触部位传达至身体，我和他对上视线，感叹这真是一张惊为天人的脸。后知后觉，我连忙道谢：“谢谢你。”你这状态，走两步倒头就睡。男人语气淡淡：“去医院吗？”我送你。身子往后撤了撤，他也终于放开了我。又冷又晕，思考了2秒，我决定接受他的帮助。可以麻烦你送我去附近的酒店吗？谢谢，我会付钱的。他眉梢一挑，我看起来很像司机。话是这么说。男人脚步一挪，示意我上车。我跟在他身后，提着的袋子却一时不慎从手中掉下，里面的手稿散落了一地。稍等一下，这我喊住他。男人转身垂眸，眼瞳在触及满地的手稿时却缩了一缩。我心中疑惑，虽说我画的不算顶尖，但也还行吧，应该吓不到人。那他这是被我的神作惊到了？被自己的想法乐到，我蹲下身子默默拾捡。这是你画的？他问。我嗯了一声。男人蹲下身帮我一起捡，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拒绝。虽然说话乱七八糟的，但是人还怪好潮。捡完起身，他看着我，天生凛然的脸依旧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眼睛里似乎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紧张。他轻咳一声，磕磕绊绊道：“那什么，哥，要不去我家就在附近，很近，怎地突然如此恭敬？”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转变搞得蒙住了，半晌不知道说什么。先上车吧，没在意我的呆愣。他将我塞进了副驾驶，接着又把行李抬进后备箱。车子里很暖和，我慢慢放松身体，竟有些昏昏欲睡。稀里糊涂就被他带回了家。这房子，这车子，一看便知是个有钱人，那么想骗我钱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了。不过初次见面就敢把人带回家，真是心大啊！我默默跟在提着我行李箱走在前面的男人身后，如是想。谢谢，我来吧。进了家门，我追上去拿行李箱，被男人避开了。不用，病人坐好。他的语气不容置喙，我只好任由他去摆放箱子，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屋子。与山河居同样的冷色调，装修风格也大差不差，简约又不失奢华。是感冒了吗？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。我下意识回答是。2分钟后，他手拿热水和药来到我面前，示意吃吧。身体确实很不舒服，我也没矫情，接过要吃了。谢谢你。我抬眼看他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宋雨药，给予的予，日宅药。我弯了弯眼睛，回他一个礼貌的微笑。我叫初雨。他看着我，一双黝黑的眸子深邃无比。几秒后，试探的开口：“你是山雨？”我微微睁大了眼。
山雨这个名字是我在网络上所有社交账号的 ID， 包括微博、B 站。身为画师，平时我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分享画，几年来也积攒了不少粉丝。难道刚才这人看了眼我的手稿，认出我来了？愣了一会儿，我问：你认识我？来人天生冷峻的眉眼似乎在此刻柔和了不少，他笨哼一声肯定了。很快他面露疑惑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大晚上拎着个行李箱在大街上游荡？他语气中竟有了一丝批评的意味，被人抢劫了怎么办？他这么问，我又想到了顾一川，不自觉垂下眼，紧了紧手中的杯子。被室友赶出来了。什么室友？宋玉耀语气突然冷下来。那是傻逼。我勾了勾唇，觉得他骂的不错。谢谢你，今天就暂时打扰了，我明天就走。他含糊的嗯了一声。在宋玉耀家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次日醒来发现已经10点了。我火速收拾好自己，冲下楼，看见宋玉耀正坐在餐桌前看手机。见我忙急忙慌的下楼，扫了眼我身后，跑什么？有东西追你？那倒没有，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抿了抿唇，抱歉，我睡晚了。他一脸恍然，上班要迟到了？不是，我是自由职业者，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，总感觉我和他说话老是不在一个频道上。来吃早餐。于是两人在餐桌上沉默而又和谐的用完了早餐。在认识了不到1天的人家里待到现在，我怪不好意思的。询问了他的联系方式后，我再次向他道谢，并说明要离开找房子租的事情。他很快加上我的微信，看着我问：你想不想找一个作息规律、性格温和、好相处、好说话、187、8块腹肌、有点小帅的室友？他面不改色，没什么意思，主要是他那房子又便宜又好住。你说的这个室友是？于是我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房租住。如他所说，房子又大又好，空房间任我选择，房租也很实惠。怎么看都是我赚了。虽然我因为和顾一川同小区犹豫了一会儿，在宋玉耀表示我房产很多，这里不行选另一处时考虑了几秒，随后转念一想，反正我是个实打实的宅男，平时不乐意出门，顾一川又忙得很，我住山河居的时候他每天早出晚归，之后还住不住那里都不一定呢，碰上的几率不大。再说了，碰上我也不处，人品有问题的人是他又不是我。于是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我以10分优惠的价格租了宋玉耀的房子，和他成为室友。在这住了几天，我已经基本适应了。房东兼室友人很好，很照顾我。早起上班时，每天早餐都给我留一份。据了解，他是公司大总裁，公司主要做游戏这块，平时上班朝9晚5，回家倒是很规律。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一起吃晚饭，有时他做饭，有时我做，还有时候点外卖。我怀疑他是我的粉丝，毕竟那天他说认识我的社交账号，还给了我那么大的房租优惠。不过他可能不好意思承认，我也没拆穿。这天我打开冰箱准备想想吃什么，却发现冰箱里的食材已经见底了。我立马靠宋玉耀：耀哥，家里没菜了。是吗？想吃什么？待会儿我下班去买菜。想了半天，我纠结症又犯了，决定亲自去选。我和你一起去吧，你公司离哪个商场近啊？待会儿你下班了，我去找你，就这么说好了。可是没想到宋玉耀提前回家了。那时我正窝在客厅沙发看电视，见人打开门，带着一身冷意。看见我的时候，那双眼睛似乎柔和了下来，朝我笑了一下。我意外，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回来换身衣服。他面不改色说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出去，最近全天缩在家里，我对外面的温度没什么概念，穿着一身大衣打算出门时，被宋玉耀勒令回房换了件羽绒服，围上围巾。收拾好出门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。蹭着宋玉耀的豪车，我们来到了商场里。这家会员制超市很大，东西也齐全。我们推着辆小推车慢悠悠逛着，挑选食材。老有人频频回头看我们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长太帅了，
侧头看了看身边的宋玉耀，好吧，我承认看我身边这位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对了，耀哥，我问你平时有什么忌口吗？宋玉耀思考了2秒，没有吧？也就是不吃香菜，不吃洋葱，不吃姜，不吃根茎类蔬菜，不吃肝脏，不吃皮。说到这，他停下来看我，顿住了。我给他一个这叫没有的眼神，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前后矛盾，轻咳一声晚尊，其实我还是很好养的，好不好养的？干嘛跟我说？莫非是暗示我以后给他做晚餐？想想他那么照顾我，每天工作回来应该挺累的，我做个晚餐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我没再说话，2个人各怀心思继续走着。买完食材，我站在街边等宋瑜要去开车，身后突然有人喊了我一声初雨，转过身去，看见不远处走来一个男人，穿着浮夸鲜艳的衣服，身材臃肿，脸上泛着油光，眼底一阵乌青。见我回头，他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真是你啊，上次你走那么匆忙，我都忘记要联系方式了。我皱起眉头回忆，有了点印象，是上次和顾一川在酒吧里那群调笑我的人之一。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脑残发言，离了顾少，过得没以前滋润了吧？要不跟哥哥我怎么样？保准好好疼爱你，眼中的色欲毫不掩饰。我嫌恶的后退几步，别跟我说话，我快被你熏吐了，隔着几米似乎都能闻到他散发出来的臭味。装什么装？他变了脸色，满脸凶恶，不就是个出来卖的？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。说着，他冲上来想要抓住我，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身旁忽然有一道劲风拂过，面前的男人被人一脚踹了出去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你找死！我转头见宋于耀就站在我身侧，脸上尽是寒意，语气也冷得吓人。自己什么歪瓜裂枣，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也敢跑来搭讪？你他妈的敢打我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地上的男人破口大骂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下了雪地上滑。那人支起身子抬头，看见宋于耀时，却又突然摔了回去，满脸惊恐。宋少，认识我呀？宋于耀冷笑，那你完了。我还在感慨宋于耀的英勇神武，能把人吓成这样。就听身边的男人问，没事吧？于是回过神来，朝他摇了摇头。宋于耀突然伸手紧了紧我脖子上的围巾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好，车上，窗外面又纷纷扬扬下起了小雪。我转头看着宋于耀，开口喊了我一声，小雨啊。自从之前得知他比我大2岁，我们对彼此的称呼变成了耀哥和小雨。我转头，怎么了？他神情严肃，语重心长，男孩子出门在外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没办法，长得好看的人就是有这种烦恼。以后遇到这种事，记得要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我觉得自己似乎被小瞧了，反驳，刚才只是被你抢先了一步，不然我也能踹翻他。好，他笑起来，记得往死里踹，哥帮你兜底。这个宠溺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我重新转过头看雪，感觉脸颊有点发热。最近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，只是发生了件意料之外的小事。顾一川那厮竟然给我发短信了，一连2条，最近都在干什么？来找我，你还有机会拿回那张卡，大意了，电话号码没拉黑。我一刻没犹豫，将这号码拉进黑名单。想到自己有段时间没直播了，于是打开 B 站开了直播。没一会儿，那位沉默寡言的大哥果然又来了，一进直播间便送了2个价值不菲的礼物。看着满屏的特效，我连忙开口感谢他，谢谢山雨守护神送的礼物，太感谢了。这位大哥是从半年前开始看我直播的，似乎住在国外。据他说，因为时差原因，我白天开播，他却是每晚听着我的声音入睡。我的直播内容当然是画画，附带讲解，在他那儿倒成一个助眠主播了。大哥很大气，常年稳居我的榜1，就是不太爱说话，每次默默来，默默待到下播。发弹幕的时候，多数是帮我护那些质疑我作假、故意抹黑的人。可能这就是专属于有钱人的逼格吧。这天，
宋玉耀给我发消息说今天气温上升了1度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火锅庆祝一下？记不清这是近段时间以来他第几次用奇奇怪怪的理由约饭了。我笑了笑，答应下来。这家自助火锅店刚开业，装修豪华高档，贵得很。不过好在种类齐全，服务还行，来尝试一次也是可以的。大冬天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，实在是件幸福的事。宋玉要把涮好的肉放我碗里，我蘸上调料，一口塞嘴里，好吃。就这样，他涮我吃，一盘肉很快见底。我抬起头，刚想说你也吃，别光顾着投喂我。余光捕捉到他身后不远处的某个身影，愣了愣，不过很快反应过来，继续吃。初语，头顶突然传来男人阴冷的话语：“谁给你的胆子拉黑我？”我抬头，见顾一川已经走了过来，就站在宋玉耀身后看着我。我没说话，他垂眸扫了眼宋玉耀，语气更冷：“可以压你，无缝衔接。”这是又傍上谁了？哪来的狗在这乱吠？他的话被人打断，宋玉耀放下筷子，身子倏地往后一靠，微微歪头睨他一眼：“这火锅店畜生也能进吗？”你说神？顾一川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看着宋玉耀的脸，怒意退了个干干净净，不可置信的睁大眼：“严赤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也懵了。什么严赤？这是宋玉耀啊！顾一川眼神是不是不好使？顾一川的声音全然没了刚才的冷淡，轻柔的不可思议：“严赤，之前我都联系不上你，是换联系方式了吗？”宋玉耀则不耐的啧了一声，脸上尽是嫌恶：“我早几年就改名了，别乱攀关系行吗？这下该我睁大眼睛了。”宋玉耀没否认，他说他改过名字，原来他就是宋延赤，顾一川的白月光。我还在震惊中，顾一川跟看不出来宋玉耀的排斥似的，脸上带着笑意，耐心说：“我听说了，只是我们好久没见，改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好吗？”宋玉耀言简意赅：“不熟。”顾一川又欲说话，宋玉耀直接喊来了服务员，说有个脑子有病的打扰客人吃饭。场面一时有点混乱，顾一川脸色铁青，但还是忍住没发怒。我心里奇特他竟然这么能忍。下一秒，他离开之前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眼里似要喷火。果真有病。如此戏剧性的场面，我愣愣的看着他离开，又转过头愣愣的看着宋玉耀。宋玉耀反而很淡定，将涮好的肉夹进我碗里，说：“接着炫。”宋玉耀似乎没有要聊的意思，我也按捺住好奇，继续炫火锅。到了车上，我才犹犹豫豫开口问：“耀哥，你以前的名字是宋延赤吗？”“是。”他点点头，不是有意瞒着你，只是觉得这种小事没必要说。我摇头表示并不在意这个，又问：“那你和顾一川之前认识啊？”“顾一川？刚才那疯狗吗？”他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，出国之前在别人的聚会上见过几次，对他只有一个印象：一爱装逼。谈起顾意爱，宋雨耀的排斥和嫌恶十分真切。听见他的形容，我更是差点笑出来。这要是让顾一川知道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这么讨厌自己，不得气死。随即我又想到一个问题：耀哥，你觉得我们两个长得像吗？说着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除了都有眼睛鼻子嘴巴眉毛，实在看不出哪里相似。啊！他被我问懵了，愣了愣，随后不知道自己脑补了什么，磕磕绊绊开口：听人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会越来越像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夫妻相。不过我们还好吧，住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，谁说这个了？听他最后一句话，竟然还流露出了几分遗憾。之后我组织了会儿语言，简短的将我和顾意爱之间的事告诉了他，包括白月光与替身的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以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和宋玉耀相处的，我不想这件事成为我们之间会引起误会冲突的隐患。他就是冬天大晚上把你赶出来的室友。真是有够颠的。宋玉耀眼里厌恶更甚，这种垃圾以后看都别看一眼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宋玉耀这个白月光压根和顾一川不熟，并且十分讨厌他。那现在我们可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人了。
沉默了一会儿，宋于耀迟疑的开口：“所以你喜欢男生？”我微怔，悄悄扫了他一眼：“你介意吗？”他立马道：“不，完全没有，一点儿也不介意。”我余光瞥见，说完他甚至还勾起嘴角笑了。这有什么好开心的？日子照样过，我每天就待在家里画画、直播，偶尔和宋于耀一起出门干饭。回想起来，比我在山河居舒坦千倍万倍。就是某天陌生号码发给我的短信，短暂破坏了我的好心情。初雨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别以为背着我偷偷接近严赤就能改变什么，收起你的心思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做出什么伤害他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一看就是故意穿的逼发的。把我给看笑了，这么会脑补，不要命了？于是我回他一句：脑瘫，实在不行去医院精神科挂个号吧。随后干脆利落拉黑这个号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宋于耀这个室友是越来越无可挑剔了，每时每刻都想着我这个留守家中的宅男。怕我无聊，上着班也会经常找我聊天，快下班了就问我有没有想要的东西，下班给我顺来。回到家后，经常扎进厨房给我做晚饭，每顿不重样。有时候也会带我出门吃，几乎将城里美食店都吃了个遍。而我也越来越蹬鼻子上脸，每天让他给我带着带拿。当然，想着礼尚往来，我白天偶尔出门闲逛的时候也会给他带礼物。一切都挺好的，就是吧，这人有个小毛病，老在我面前显摆他的身材。这天看见他第 N 次光着膀子在家里晃悠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问他：你不冷吗？不冷，他淡定道：家里有暖气，这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你小子乱我道心，这么好的身材你在我眼前晃晃晃，不知道我会把持不住的吗？于是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吓吓他。我可是喜欢男人的哦，谁想下一秒他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，眼里惊喜快溢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得上我？我被这话搞得脸颊发热，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后丢下一句你不守难得后，飞快冲进了房间。正窝在被子里冷静呢，微信突然收到一条消息，是宋于耀发的。哪里不守难得了？我又没有给别人看。我脸上的温度更加退不下了，就当无事发生过，我们都没再提。有天宋于耀突然问我最近有没有空，有个项目想找我合作。我了解你的能力和水平，很符合我对这个项目的预期。想了想，我手里的最后一个稿子最近几天就能完成，刚好有空。于是点头，好啊。他眼睛亮了亮，又说：要不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，月薪包你满意，福利也很多。我犹豫了，这样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多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可以一起工作。你放心，公司会为你准备单独的工作间。这天之后，宋于耀老是暗戳戳的收买我。一个星期后，我正式入职星耀游戏公司。虽说工作地点变了，但工作量没增加，加上公司氛围很好，同事们人也都不错，我适应的很快。下了班还能蹭宋于耀的车一起回去，简直美滋滋。小雨，下班了。我抬头见宋于耀靠在门口看着我，灯光下他眼里的柔软一览无余。我愣了一下，保存稿子，关闭电脑。来了，收拾好东西。我和宋于耀一起去往停车场。天色很晚了，今天我们都加班到了这个点。我转头看宋于耀，他脸上有明显的倦色。很累吗？我问。回家好好休息，今晚点外卖吧，辛苦了。小雨也辛苦，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。说着，他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。这举动他最近是做得越来越顺手了。不过看在他那么辛苦的份上，我撇了撇嘴，没躲开。于是他得寸进尺，小雨给我个安慰的抱抱好不好？我还没说话，男人就靠了过来，伸出手将我揽进怀里。专属于他的冷香将我包围住，温暖传递至全身。我鼻尖嗅着他身上的味道，脑袋愣愣的靠在他的胸膛，心跳好快。
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。他抱了好久，还是我先回过神来，催促：好了好了，快回家吧。回家。就在我微微拉开距离，将要离开宋余耀的怀抱时，突然看到了他身后的顾一川。对方同样看见了我，愣了1秒后大吼：你是谁？放开初雨！说着快步走过来，脸上尽是怒意。等宋余耀转过身正对他时，他却又猛地停下了脚步，脸色很是精彩。不是，初雨，你放开他，这变脸变的。星耀不欢迎你，滚！宋余耀说着，总算将抱着我的手放下，但是下一秒又牵起了我一只手。顾一川暴怒，但面对宋余耀不敢爆发，忍住怒意说：严赤，我和他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我从来没碰过他。宋余耀挑眉：你是说你没把人祸害到底？顾一川接着道：你不用为了气我，这样作践自己，跟一个心机深沉的人待在一起。我和宋余耀皆是。宋余耀深吸一口气，紧了紧握住我的手，低下头凑到我耳边，旁若无人的说悄悄话：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和前几天我们看那本书里很像？叫什么自恋型人格障碍？我点点头，还真是。严赤，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我会向你解释的。顾一川还在自顾自说着，你不要听信初雨的话。最近我来公司找你，门口的保安老师拦着我。说到这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仿佛我是保安头子。宋余耀打断他：我他妈说过我现在不叫宋严赤，懂？不让你进公司是我受益，星耀不是什么疯狗都能放进来的。还有，我在追人，你看不见吗？敢在挑拨离间试试呢？你追人？不可能，别开玩笑了。顾一川表情失控，近乎狰狞。我也被震惊到了。宋余耀说在追人？追谁？我吗？我睁大眼睛抬头看宋余耀，见他神情认真，看向顾一川的眼底带着无尽寒意。顾一川是吧？你记住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敌人了，不死不休的那种。你对小雨造成的伤害，我会100000倍讨回来。忽视了顾一川的无能狂怒，宋余耀将呆住的我塞进副驾驶，开车回家。许久，我回过神来，频繁偷瞄他。宋余耀眼睛直视前方，面无表情，可仔细看，他眼里似乎带着几丝慌乱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：你在追我吗？他点头：是啊。可你没说啊。他蹙眉：不明显吗？据说要追一个人，最重要的是行动，要用行动来证明啊。这宋余耀对我确实很好，尤其最近简直是好过头了。我时常也会想宋余耀是不是看上我了，但又怕自己搞错，可能他这只是出于对室友的关怀，或者作为一个小粉丝对偶像的照顾呢。好家伙，要是今天没这一出，宋余耀还要行动多久才说？我感觉不可思议，难道不能行动和话语并行？是哦。宋余耀认真思考了2秒。我错了宝宝，和宋余耀确定关系这天，他高兴的嘴角都压不住，带着我出门胡吃海喝了一顿，美其明日纪念这个美好的日子。也就是这晚，宋余耀把我拐去了主卧，和他一起睡。他当时是这么说的：我已经是有男朋友的男人了，我的亲亲男朋友当然要睡在我怀里，否则我怎么睡得着？小雨，宝宝，你怎么忍心你的男朋友独守空房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宋余耀。没办法，我答应了他。宋余耀的喜欢真的很明显，我能随时感受到他赤诚的爱意。就像现在，他将我搂入怀里，细细亲吻，细密轻柔的吻落在额头，顺着眼睛滑落到鼻尖，然后是嘴唇。我闭上眼，微微张口，与他唇齿交缠，感觉浑身上下都燥热起来了。亲了好久，他才放开我，2个人抱在一起喘息。我突然好奇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宋余耀看着我，眼里倒映着我的模样。可能是因为听着你声音入睡的每个夜晚，可能是那夜雪地里的一眼，也可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每一天。我睁大眼睛：你是山雨守护神？他轻笑一声，抱紧我，
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守护你了，和宋雨耀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幸福。原来真正的爱情能如此甜蜜。现在回想，我当时真的喜欢顾一川吗？不一定，我只是被他装出来的体贴温柔所迷惑。刚好自己一个人在这座城市，感觉漂浮不定，迫切的想得到安稳的陪伴和生活。顾一川说的没错，我们什么也没做过，最亲密的举动只不过是牵手，连拥抱也很少很少。当时我想的是，还太早了，我还不该和他那么亲密。现在想想，其实潜意识里就不喜欢，所以不愿意。和宋玉耀在一起后，短短时间里，除了没到最后一步，我们该做的都做了。尤其是他粘人的很，随时随地都能贴上来亲一口，搞得我时刻紧张，我们的办公室恋情会被发现。再次听到有关顾一川的消息，是他公司出了大问题，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破产。我知道这里面有宋玉耀的手笔，不过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了，我一点也不想理会。最近宋玉耀神神秘秘的，好像在准备什么东西。待发现床头柜里的东西时，我才明白，好小子缠我身子了。我没声张，不动声色的看他要怎么做。这天洗完澡，我们照常躺在床上。小雨他环住我的腰，声音黏糊糊的，我准备好了，他再次暗示我准备好了，他又耐心说我准备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海绵宝宝啊。他急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实在忍不住，我笑出来，翻身骑到他身上，凑近朝他眨了眨眼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下一秒天旋地转，位置调换，我被他压在身下，男人急促的吻落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自己又被搂入了一个滚烫的怀抱。有人在我耳边低声感叹，哎，我真是畜生啊，我想踹他一脚，奈何动也动不了，只能沉沉睡过去。算了，醒来再找你算账。